关于李小龙的个人成就，我觉得不用多说了。而在可动玩具这个品类上呢，其实李小龙这样的形象相对还是比较少见的。各位小群大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奇。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两款由 InArt Action 出品的李小龙可动人偶。这次也是推出了两个形象一个是黄色紧身衣造型，再一个呢就是白色背心形象。索性我就两个一起讲我尽量在这个讲的过程中不混乱想要明确的知道它的这个相关配件配套最终还是去参考一下官方的信息。包装部分盒子大小规格都是一致的，造型都采用了这种纯色结合着水墨风格的经典动作经典造型，还不错两个形象拿出来基本的构造是相同的，就是它内部这个素体很干练，肌肉感很强我觉得这个身材上的还原度还是不错的，肌肉线条精干的感觉。肤色的处理，离近一点去看的话，肩部也有刻画出一些血管、青筋一样的小的设计，它的这个肤感做的还蛮好的。两款高度一致在15厘米左右区别呢就是在于服装、头雕以及相关的一些武器搭配上。服装本身的设计不用多说所在影片里最经典的一个形象。先看这个黄色战衣的版本用了一个很轻薄、很贴身的材料，侧面去看能突出它的这个肌肉线条，你像它肘部这里堆叠起来也不会显得很臃肿，质感是很不错的。当然因为这个材质太薄了所以在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刮到太锐利的地方。还有在掰的时候，这个布衣如果夹在关节里面，不要去硬拉硬扯这个一定要小心。原本戏服正前方是有一道贯穿的缝线的，但毕竟这是个小比例产品做了一个缝线的造型，以追求更好的观感。大的缝合线是在后背部分，腿部腰线两侧基本都走这个暗线，都不会很显眼。这个在功夫套装这个造型下同样有应用，两侧的裤线这种暗线，大腿这个位置呢也做了一个拿褶的设计，蓬松感比较强。腰部呢有一个这个黑色的腰带绑带，内部是由铁丝打了一个结，因为这个腰带和裤子在前方是直接缝死的，这里本身不太会去承重，摆造型的时候还是可以适当的给这里勒紧一些，千万不要强拆。背心是可以拆卸的，拆掉的话就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它裸露这个素体。然后是头雕面雕这个表现上两款都是双头雕的一个配置，在表情还有妆造上这个形象上还是根据电影做出了区分。黄色战衣的话是一颗平镜头，一颗很经典的这个撅嘴的表情头。这个表情头是这4颗头里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一方面呢，在这种1:12的小的头雕上，更夸张的表情实际上会有更明显或者说更好的表现。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形象太经典了，我基本上想到李小龙第一时间就会浮现出他这个表情这个动作，适配性很强，搭配他的各种造型也好，武术动作都是我觉得最合适的一颗头功夫套装这两颗的话都会有一定的表情一个呢是偏严肃的另一颗呢是抿嘴的，这个同样也是在电影中比较经典的一个造型。除了面部的表情不同以外，这一套的这个头发会更短更利落一点，眉形会更尖锐，发色这个光亮程度也做出了区分。黄色战衣的这个更光亮一些，细节刻画处理的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一个尺寸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是这个手型部分，各自都有12枚，囊括了很多这个经典造型，区别不大，只在个别的握持造型上会有不同。
特殊要说的就是这个皮肤表现精度上非常可以啊，像指甲呀，还有表面这个纹路、骨节做的质感都很不错。而且在动态形象刻画上也很不错啊，像这个有点像666这个武术动作，手指拉伸下这个手背的细节表现也有刻画出来。这个握持手、小拇指的这个位置啊，做的都比较考究和到位。可动部分的话，因为素体都一样啊，就直接一起看。首先头部的话，脖子单独分件足够用向后的话可能略少一点吧，就是因为它这个发型的缘故，在根部会长出来这么一截。肩膀部分能看到它这个是沿着手臂肌肉线条做了拆分，向下可以稍微拉一点啊，会有更大的一个幅度。大臂中心这个位置也是用了一个手暖球管，所以说它除了平转以外呢，也可以提供侧向的可动。这部分结合着肩膀的这个关节，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抱胸。曲肘这个贴合度是完全可以的。手肘部分也做了一个防穿帮。黄色战衣的这个，尽管你在堆叠之后会有一定干涉但这个幅度同样够用。然后腰部前后左右这个可以的。下身腿部侧踢、前踢、屈膝，小腿下方和以往产品一样啊，同样做了一个可动关节。这个其实更多是辅助你做一些更极端、更大的动作，在正常站立下呢，一定要把它打直。当然，实际上它这个脚踝关节，即便不借助小腿啊，也会有不错的一个幅度。实际上这部分留有关节空间不多啊，因为它脚本身比较薄很小嘛，还要兼顾到前面前脚掌的这个上抬幅度。左右的时候啊，可以稍微去扭转一下，便达到一个最大的范围。影片中的这个武器搭配一定会有的双节棍。功夫套的话是附带2个黑色的棍体加上中心的金属链，这2个垂感表现会更好一些。战衣版本连体服装颜色一致的黄色双节棍，中间连接的部分是这个绳子这绳子本身带有一定韧性的，所以说能把这个棍子支起来，你可以更多去营造一种抡出去的动态的效果。另外呢，还有竹节鞭，另一套的话更朴实一点的这个长棍。2款同样也都搭配了系列一贯的这个透明地台以及支架不多讲了，这个就是很标准化的一个配置。这个体验上呢，首先说一下和 In-Art Action 以往产品不一样的地方这次是完全采用了一个素体结合了布衣的形式。素体制作上呢，会沿着它大块这个肌肉做一定的切分，在这种比较紧实的布衣勾勒下，突出的那部分像腹肌胸肌写实感和质感上还是很强这也是这个布衣加素体能够营造的一个很强的那种真实感。手感方面的话，这一套素体段落感呢，阻尼感还是比较清晰的，后面大货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按照现在进行保持。然后这个外衣服装部分，虽然说这2套颜色都比较单调和简单但是在质感表现上可以的，制作的精良程度也完全 OK， 小的针脚走线这个布料的轻薄贴合感都可以，把玩起来的干涉也比较小但需要注意的还是黄色紧身衣，避免刮擦和夹到这个关节缝隙里黄色紧身衣的造型呢，在展会上也看到会有1:6的产品那个我还是挺期待。面部刻画上，包括这个形体上，根据1:6的这个大小，能够进一步的精细化。后面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推出相关的产品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